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每天服用0.25微克的这个维生素 D 超过146天之后，失智的风险增加 1.8 倍失智症死亡风险增加 2.17 倍。很多人就问邱医师说，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这个吃维生素 D 除了对骨骼的健康有帮助以外，对这个身体其他非骨骼的这个健康也有帮助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红谈健康。有一个新闻报道说这个台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做了一个分析统计，那么也发表了这个论文在国际期刊。内容是说，他们分析健保资料库发现说，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每天服用0.25微克的这个维生素 D 超过146天之后，失智的风险增加 1.8 倍失智症死亡风险增加 2.17 倍。意思就是天天吃维生素 D 呢，不但对于失智症没有帮助，而且反而增加了失智症的风险，以及因为失智症而导致的死亡的这个几率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是有坏处的。那这个消息一登出来以后很多经常在补充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长者呢，大家都恐慌了很多人就问邱医师说，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这个吃维生素 D 除了对骨骼的健康有帮助以外，对这个身体其他非骨骼的这个健康也有帮助以前我们在谈到新冠肺炎的时候，我们说要如何增强免疫力，里面就有讲到说要补充维生素 D 嘛，因为维生素 D 呢可以使免疫的机能提升让你免疫力比较好。好，那所以邱医师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析一下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应不应该持续的吃维生素 D。首先跟大家讲国家卫生研究院讲那个剂量0.25微克，这个跟你们一般吃维他命 D 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在吃维他命 D 的时候都是几个国际单位叫 IU 嘛，一般是建议补充400 IU、600 IU， 有的补充800，甚至还补充到1000个 IU， 就是国际单位。好，为什么他用的是0.25微克？邱医师帮大家查了一下一个微克就是40 IU， 所以0.25微克呢不到1微克嘛就是10 IU，1/4的40 IU就是10 IU很低的剂量那为什么他要讲0.25微克呢？首先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呢，它这边用的维他命 D 是活性的维他命。活性跟非活性有什么不一样？我简单讲你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补充的口服的维他命 D 都是非活性的维他命 D。活性的维他命 D 呢，因为它进到我们的体内，有多少维他命 D 就发挥多少效用，所以这个是处方用药，只有医疗院所医师处方你才能拿得到活性的维他命 D。所以首先大家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活性的，什么是非活性的。既然是活性的才有用，为什么我要吃非活性的？这个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维他命 D 有很多种D1、D2、D3、D4、D5、D6 这么多种 D。那可是我们目前市面上买得到的大概是 D2、D3。D2 先讲 ，D2 是植物性的来源。植物性来源就是像真菌、酵母这个植物性的来源里面的维他命 D 叫维生素 D2。那维生素 D3 呢是动物来源，就是例如像你吃蛋黄里面就有维生素 D3。吃动物的肝脏里面有维生素 D3， 还有就是吃鲑鱼里面有维生素 D3， 这个都是非活性的维生素 D。那大家可能问我说，那邱医师，那我们讲晒太阳产生的维他命 D 是哪一种维他命 D？ 好，我跟大家报告，晒太阳一定要晒紫外线 B， 紫外线有 A、B、C 三种，A 是长波 ，B 是中波 ，C 是短波。C 呢是紫外线是280奈米以下的短波长的紫外线，这个会挡在这个臭氧层的外面，所以它不会进到地球的大气层。那因为它有很强的致癌性，所以这个紫外线 C 呢，一旦有臭氧层破掉了，紫外线 C 就有可能进入到大气层。那对于这个破掉的臭氧层下方的居住的人来说，就容易得癌症这是紫外线 C。紫外线 B 呢，波长是280到320奈米，它是中波长的紫外线，这个会把我们的皮肤晒红晒伤。我们常常去游泳海滩上晒太阳，没有防晒的话，一下子皮肤就红了，会痛。这个就是紫外线 B 所晒出来的。另外，紫外线 A 它是长波长的，从320个奈米到400奈米这样的波长。那这个紫外线 A 呢是长波的紫外线，你家里有阳光这样的亮亮的光感觉得到有光线进来，这个就有紫外线 A 了。这个紫外线 A 会把你晒黑晒老，
所以我们常讲说，为什么在室内有时候也要防晒？如果你怕这个紫外线对你的皮肤老化造成影响，那你连在室内都应该要擦一点那个防晒的保湿霜或者是保养霜这样子。我们的频道已经开放加入会员，欢迎大家来加入频道的会员。加入的会员呢，邱医师会优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问题，而且你留的问题呢，也非常有可能优先成为邱医师下一个节目的主题内容。我会拍影片来回答你所关注的问题。好，那紫外线 B 呢，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产生维生素 D， 它的维生素 D 是维生素 D3， 这个也是非活性的。不管是从食物吃进来，从消化道吸收，或者从皮肤产生维生素 D3。都是非活性的。如果是从消化道进来，先进到乳糜管，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先从乳糜管进来到这个淋巴循环，然后呢再进到肝脏里面，加一个羟基叫做 25OH 维生素 D。那 25OH 还不是活性的，它还是非活性的，一直要到肾脏里面再加一个羟基叫125两个 OH 的维生素 D， 它才变成活性的。身体里面除了肾脏可以把它转成活性的维生素 D 以外，在我们的淋巴球免疫系统当中，也可以把非活性的25OH 维生素 D 转成125两个 OH 的维生素 D。所以你吃的还有你晒太阳的都是非活性的，一定要经由肾脏或者是免疫细胞把它转成125两个 OH 的维生素 D， 你才会变成活性的。好，那么各位就会问我了，那既然你们吃的不是台湾卫生研究院的那种活性的维生素 D， 那么会不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或者是增加这种失智症死亡的风险呢？答案是不会的啊！你们如果用的不是活性的维生素 D 呢，应该不会有台湾卫生研究院的这种统计数据跑出来。那个都是病人在医院因为补充这种活性的维生素 D 统计的资料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一般人吃的非活性的不会有这个问题。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到底要不要吃这种非活性的维生素 D？ 不管是植物来源的 D2 或者动物来源的 D3或者晒太阳产生的 D3， 需不需要这样子补充？我跟大家报告，我们一定要看最新的这种统合分析，最好是有双盲对照组的实验。这我以前一直在我的影片当中跟大家讲不是一篇论文说有效，一篇论文说没效，那你就说有效或没效，不是这样的。最好是有大量的文献的一个统计分析，我们叫统合分析，然后呢去找出证据力强的文献，然后再加以比较，或者是有对照的实验的这种研究比较可信。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找到的就是一个2021年发表这个是12月1号发表在科学报道的一种随机对照有控制组的研究那这篇论文呢，不但得出一个结论呢，同时呢，他在结论讨论当中呢，也把过去发表的很多认为维生素 D 有效或没效的一些文章呢、文献拿出来讨论。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结论就好，因为这是哈佛大学发表的研究，所以基本上来讲应该是严谨度蛮高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那这个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呢？它的题目是说维生素 D 对于认知能力下降的影响，就是到底是有没有正影响或负影响。他说来自于这个随机试验的2项辅助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说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因为他把他的那个受试者纳入的这个群组要分得很清楚，60岁以上的健康成年人来说呢，补充维生素 D 每天补充到2000个 IU， 刚刚有讲说有的人建议400、600、800有1000，对不对？它里面是讲每天补充2000 IU， 经过了2-3年以后，认知能力的下降并没有减缓也就是说有吃跟没吃是一样的。第二个，他们发现说，因为他们在国外研究是有黑人，他说在黑人的老年人当中有观察到有一点点轻微的益处，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呢？可能是因为黑人皮肤比较黑，黑色素会挡住这个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它有保护的效果。会不会因为这样呢，他们产生的维生素 D 本身就比较不够，所以给他们补充维生素 D 之后会产生一定的好处这个是我自己猜想的或者是本身黑人老年人本身就是可能营养的方面吸收的这个维生素 D 食物当中的来源也比较欠缺，所以他们补充了以后可能会有点帮助这样子，但是对一般健康成年人它影响并不大我今天给大家的结论是这样子第一个，非活性的维生素 D 呢，说实在的吃的没有什么效果的，你要不要吃你自己决定，但是邱医师是不吃这种维生素 D 的。第二点，活性的维生素 D 呢，吃太多了反而增加失智，还有失智的死亡的风险，这个已经是被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但是你不要担心，如果你补充的是非活性的维生素 D 呢，你大可不必紧张。那至于那些因为某些肾脏病，因为某些
这个洗肾病人他必须要补充维生素 D， 在医院处方开这样的维生素 D 的这个药品呢，应该要跟医生好好的讨论一下，可能要探讨一下说不吃跟吃呢，孰轻孰重，孰害孰益，就是好处跟坏处做一个比对之后，才决定说要不要继续使用下去。最后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怕自己的维生素 D 不太够，怕你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呢，邱医师建议还不如怎么样？多做肌力训练，多去晒晒太阳，多在户外运动，这样子对你的健康帮助才是最大的。希望今天分享的讯息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好，我们下回再见，拜拜。在邱医师今天持续的这个跟大家报告之前，请大家不要忘了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个 follow 邱医师的讯息，这样子你才会这个不会漏接任何重要的资讯好，这个是广告替自己广告一下。好，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